好，美国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呢？在凤凰城这边，最近出现了沙尘暴，直接来看画面了。这是在美国的凤凰城，最近呢出现了巨型沙尘暴，当时的这个影像几乎你可以看到能见度是趋近于0的。之后呢，雷暴雨紧接而来，甚至造成了树木倒塌、风灾，还有大规模停电等等的天然灾害。好，天然灾害之外，像很多美国人在讨论的，则是人为的因素。这个人是谁？是美国总统川普。川普他现在呢确认一下，说呢他有无限的权利可以把部队派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好，包括了他最近呢一直在点的，包括纽约、芝加哥这些都是他在点的地方。说这里地方犯罪率太高了，芝加哥城市有危险，我想做任何事情我都有这个权利，因为我是美国总统。扩权要直接放话接管芝加哥，说要逮捕移民。其实呢，你从先前加州的那一仗，然后到现在呢，这个芝加哥的市长直接说，这根本就是军事化直接带到了城市里头来，有没有合法性的问题呢？他们现在很想知道。甚或川普异想天开，先前是要在边境盖长城，对不对？这一回是什么？这一回呢是要把边境的墙涂成黑色的，说要试图烫死非法越界的移民，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想法。好，不管怎么样呢，现在他说了都算，因为他认为他是美国总统，权力很大。甚或也签了一个行政命令，废除没有现金的保释，而且呢，他还要起诉跟驱逐烧国旗者。最主要原因呢，也是因为先前很多次的抗议当中，抗议川普的抗议当中啦，有人呢就是会有比较激烈的行动，他现在告诉你这一些通通都不行。有的时候呢，你就会问川普他这个人，有的常常会天外飞来一笔，像这次他在讲说呢，他要在这个每一个民主党执政的这些州，治安不好的州，他都要好好的来处理一下。讲着讲着，突然之间讲到了五大湖，而且呢，里面还提到了说中国鲤鱼竟然把五大湖都要占了。他强调是惠特莫，这应该是 Michigan 的州长，他讲说呢，那个时候他帮了他一个忙，是中国鲤鱼的事情，因为鲤鱼很凶，会跳出水面，会掉出船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还帮了这个忙。到底内容是什么？其实大家现在也不太知道，没头没尾的。可是讲到了中国，他很有自信，强调自己手中握有惊人好牌，牌比中方大，大到可以把他们给摧毁。但是我要跟他是谈判，我要跟他是做生意，我不会打这一些牌。甚至呢，他也强调了中方会怕他嘛，所以呢，中方如果不给稀土的话，他就要课他200%的关税。他也跟习近平讲过，他其实是很荣幸中国留学生留学美国的内容当中呢，他也提到，如果中国留学生没来的话，哇，对于美国的高教可能也算是一场灾难。两边的互动，有的时候拿棒子，有的时候拿胡萝卜，你搞不太清楚他到底现在打的是什么策略。但是谈是要继续谈下去的。中方的贸易代表呢说，这个星期就要到美国来谈，聚焦在大豆还有晶片的议题上面。那现在知道的是李成钢已经赴美了，之后会谈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一次有没有结果，其实都还不知道。但线下已经关税上路的是印度，那印度的关税今天正式上路了，但是现在有消息传出来，其实川普一直给莫迪扣电话。好，之前不是说他们两个人其实蛮好的吗？这个呢是法兰克福汇报讲的，川普最近曾经4度的尝试打电话给莫迪，但莫迪都不接，美国、印度官方都没有证实。这个文章一开头的时候还特别写到了，说莫迪现在有一种创伤触发器，名字叫做川普啦，听到川普就会不开心啦。其实美国是已经真的对于印度50%的关税生效了，那印度这边呢也没有要软下来，双方会打到什么程度还不知道。毕竟莫迪已经讲了，说印度呢在当今世界上要成为自我依赖，反正呢就是印度制造，他要继续的让此壮大。那如果美印关系现在呢从川普回国之后已经确定是往下走，那8月底也就要过去几天之后8月31号到9月1号，莫迪即将到中方来访问，所以呢届时你就会看到了中印
俄三方站在一起，然后旁边呢有很多哦，包括了这个伊朗啊等等其他的国家领导人站在一起。那到时的川普又会怎么说？回过头，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顺峰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好，这个是天灾了，美国的凤凰城被巨型沙尘暴袭击。这样子，这个沙尘暴的袭击啊，跟力能的世界啊，跟世界的这个减碳，刚好出现一个东升西降啊。沙尘暴还有天气的雾霾，这是本来大家对北京很刻板的印象。但是现在只要最近去过北京的人，大家知道这几年来北京的天空是蓝的，尤其秋天到了，可以好好去体会那个什么叫秋高气爽。沙尘暴呢，大概也都解决了。现在唯一的来源是来自于外蒙古，所以现在内蒙古、外蒙古之间也想办法再筑各种不同的林，来把外蒙古的沙尘暴给解决。就在这个的时候，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沙尘暴又从哪里吹过来的？大陆的沙尘暴有内蒙古、外蒙古，他把内蒙古解决了，那美国的沙尘暴哪里来？各位还记得吗？在当时这一个疫情期间，美国跟中国大陆因为贸易战的关系陷到很大的危机里，美国还派出了派里到中国大陆去讨论什么事情，就是整个的这个怎么样子，这节能减碳啊，地球暖化要共同控制，中美要共同承担责任。中国大陆很认真的往这个目标在努力。那美国呢？美国现在告诉你，所有光电是不对的，所有的风电是不对的，所有的力能是骗人的鬼话。当时推动的不也是你美国吗？今天讲鬼话的也是你美国。但是中国大陆显然愿意去走这一件美国口中的鬼话，这证明了美国没有彻底的实现他对人类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这个小小的沙尘暴展现了很多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第二个呢，川普有很多的绰号啊，至少在中国大陆里，有一个叫川建国，因为中国大陆这几年突飞猛进，跟川普的打压有很大的关系。第二个呢，叫做懂王，懂王，因为他什么都懂啊。第三个呢，叫做建国同志，因为呢，他们大家都共同站在一起。另外一个呢，叫做特不靠谱，特朗普，所以另外一个名字就叫特不靠谱。人家对他的结论说，他最大的不变就是变，就是你永远搞不清。所以呢，他的话最大特点是金无戏言。今天川普在全世界里面最麻烦的是大家搞不清楚哪一句话是真的，哪一句话是你的真心，哪一句话是你的谋略。当你让人家感觉到你每一句话都是充满谋略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你以大国的身份跟世界交往，跟发挥权威发声的能量了。这是蛮重要的。因为你讲的我不知道，比如说像中国的，我的筹码很多，我可以一棒打死他。告诉你，美国有筹码早就打死了，不会留到今天了，是吧？不会留到今天。所以你看那些小国被他打得哇哇叫，台湾就是一个，还打出到现在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呢。那中国大陆我常喜欢讲，大家都要到华盛顿去朝圣啊，只有中国大陆带着这个美国啊，绕着地球满街跑，这代表了什么事情？所以一样的道理，今天呢，李承栋到了美国去谈判，以副部长的身份去谈的，一定是很事务性的，或者过去谈好的原则之下要谈的细节的事情，这个已经不大了啊。最后呢，这个中国一定很感谢美国，很感谢美国，因为今天中俄的关系之所以一个恩怨情仇如此重大的国家能够今天这样的密切，靠的是谁？靠的当然是美国嘛。第二个，中印呢，本来大家都认为要看这个两国的很多的纷争的笑话，结果印太策略，现在没有印度的印太策略，不知道叫什么策略。然后呢，这个莫迪跑到了上海参加上合会，会不会在93出现？因为现在上合会所有出席的成员国都会出现在93，因为它是9月1号到9月2号，9月3号假如莫迪也出现，那真的是川建国同志又立功一次，正心一枚。天际上合会即将8月31号要召开了，所以到时的这个场景呢，大家就会非常期待。但回过头也想请教一下介大使，最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川普他现在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好像都一样啦。但是对于习近平，有的时候硬，有的时候软，你又不太知道他到底在干嘛。对，其实这样子啊，川普事实上的话，
他是一个这个蛮不可测的人，他今天做的事情跟明天可能要做的事情会完全相反。那俄乌战争的话，他就变来变去啊，立场变来变去。那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川普他现在就是说越来越随心所欲了，他这个是非的标准完全由他一个人来决定。美国事实上是一个蛮法治的国家，它有宪法，有各种法律啊，这个法律的位阶啊弄得清清楚楚的。过去美国也有很多地方治安不好，也有很多地方这个秩序失控，从来没有美国总统把这个国民兵直接派去控制的。为什么？因为法律不允许啊。法律没有要求啊。对，那现在因为川普事实上的话，他事实上人家说他把军队派去的起点就是他那个 ICE 啊，就那个所谓的移民的执法组织啊，在地方上常常地方的这些执法单位不跟他们合作，那川普就很气，他觉得你们这些地方政府权太大了，我是美国的大总统，我说什么事你们还有意见吗？所以他就找到机会就把他的这个部队派过去了。你说联邦派部队下去，真的能够解决美国城市的治安问题吗？那了解美国都知道不可能啊。美国治安问题并不是因为执法的单位力度不够，我告诉你，美国每个地方的警察，他的武力的状况超过一些那些第三世界小国，他拿出来武器吓死你。美国的纽约市的警察局还有直升机嘞，还有攻击性直升机所以美国的警力事实上那个强大到很多人都不知道美国警力有多强。你以为他只有那些这个带个手枪，不对的，美国警察的武力非常强，还控制不住美国的治安，最后还要派国民兵上街去维持治安。那国民兵能够维持得住吗？也未必，他甚至没有美国的警察的警力而强大。所以问题出在哪呢？就美国的社会秩序出问题了，一些穷无立锥之地，永无翻身机会的这一些美国的新奴隶制度下产生的新奴隶，美国社会有很多在那个社会上出生开始第一天开始，他这个辈子就没有希望的。这个制度让他没有希望，这个制度让他怎么讲呢？感到怎么挫折？所以呢，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的这个国家的控制能力不够，而是怎么样？而是美国的社会有问题。所以我认为川普要派越多的部队那得到的反抗人民的反抗力呢会更大，那会把美国的这个社会秩序搞成更对立，然后社会的秩序更乱。请教一下小舰长。我们在拟定任何一个作战计划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也就是做敌情的分析，然后进行研判，也就是对手到底会出什么样的作为，然后进行沙盘的一个推演那我们来看看川普为什么这么阴晴不定然后他不但呢，说那个如果中国大陆不提供稀土的话，他就要科200%的关税。那然后又说很荣幸中国大陆的留学生都到美国去留学。那他为什么这样转来转去？其实我们刚刚看的那个交易的艺术他也有写，他这里面就写，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凭借能力达成交易，而杠杆就是你拥有的最大优势他的杠杆也就是钱，也就是我们讲到有关于关税的部分，那另外有关于晶片的部分，那都是它的一个杠杆。可是呢，中国大陆也有中国大陆的杠杆那它会继续的这样玩下去。我不是看一页就来讲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第2章的一开始，也就是那个时候，为什么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修理泽伦斯基，他说 You have no car。重要的原因也就是 Trump's car， 也就是川普的筹码是什么？他就讲说他会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直到达成目标。也就是我们要了解川普的动作并不是抢的先去谈判，而是我们先把这本书看一看。其实我们用这本书来印证现在的川普的一种行事作为其实有85%以上都是吻合的。那第二个呢，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边界的这一个围墙的话，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第一个涂黑，那当然早上
是很热的、很烫的啊。那而且都在南部嘛。那第二个，也就是它没有手的施力点，也没有脚的踏点，它只有在最下面跟最上面有那个横杆。那这个时候你要爬上去就要有一点技巧了。那白天会烫，有人说，哎，那我们晚上爬，你晚上你爬爬看。而且实际上来讲，现在美国的陆军以及这一些国民兵也经常的在边界巡逻，也就是他让你难爬，而且有非常多的巡逻，让你根本没办法爬。美国呢现在不是只有国民兵在调动而已，其实前几天我们告诉大家，他们已经把军舰开到了委内瑞拉，目前最新的局势是什么？等等，带您来了解。好，欢迎回来哈！要带你来看到是我们刚刚上一节有讲到了，9月3号快要来了。这一次呢，对岸他们要办一个93大阅兵，传出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呢，日本政府有透过各种外交管道呼吁，比如说是欧洲啦，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不要去参加这个阅兵式。北京方面呢，据说已经是要求日方必须要对此做出澄清。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则讲了，提出严正交涉，要好好的把这话说清楚，有这样讲。没这样讲，到底93大家会看到什么东西？直接来看这个画面吧。这个呢是这个大陆方面他们所发的一个影片，强调呢就是有战机飞过了故宫，飞过了天坛，就是在北京的上空。这一次不只有战机而已，还会有很多新型的东西，等等就要来聊一聊了。这个呢是 FK3000弹炮合一系统，据说啦，只要是在300公尺到12公里内，包括的无人机、飞行器，它都可以直接把它给拦下来。甚或呢，现在在彩排的时候也出现了东风41等等长程的武器。那军事专家就讲了，这个为什么要拿出来看啊？就是要给美国人看，你看看哦，我有这个可能会打到你哦，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宣示意味？不知道。但是对于美方来说，现在在美洲正忙着呢，因为美国的大兵直接呢前进委内瑞拉，所以呢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呢赶紧征兵了，然后呢还狠批那位先生啊，讲的是谁啊？讲就是美国国务卿 Rubio， 说呢他非常疯狂，很极端呐，所以才会把川普拉到这里来，我们一定要胜利才可以。到底美国现在派出了什么？美国不是只有派出我们前几天讲的那军舰而已哦，现在驱逐舰逼近了委内瑞拉之外，还在这边部署了包括了军舰、包括了无人机等等大规模的无人机，还有海军都在这边巡逻，甚至呢还会在大型的船只持续加进来。委内瑞拉也说了，美国现在在这边好像有部署了核子潜艇，他们对此呢是感受到非常的担忧，也希望联合国可以出来帮忙说话。甚或又再派了2栖戒备群。8月18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3艘的神盾驱逐舰嘛。8月20号的时候，就是下令了一支2栖作战中队直接前往当地。那这一支舰队去到那边要干什么？就是要打击贩毒集团。可是问题是，白宫的方面讲的是，美国线下是不承认他们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政府是合法政府的哦。为什么？因为他觉得马杜洛呢，他一直有这跟毒品啊等等犯罪集团有关。马杜洛当然是不这样讲，所以呢，他回过头，我们也发现了中方先前有出来讲话说不要干涉别人家的事情嘛。那委内瑞拉的国防大臣抛出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呢是他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会面的照片，还有影片，这又代表着什么呢？对于川普来说，没有打不赢的战争，美国超级强、超级大。昨天告诉大家呢，他现在想要把国防部改成战争部，甚至呢，现在他的那个霸气完全外露。来看看他当时怎么发生了什么事。As you know, the stock market went up almost 1,000 points on Friday, and it went up not because of this very, I think, terrible. Hello. Who is that back there? Get out of the room. 好，霸气外露。他当时在干嘛？他当时在白宫办公室里面，媒体在拍啊，在问他话，在跟他讲话。突然之间，有人手机不小心响了，他马上问到是谁？
出去，这个有没有霸气外露？反正现在呢，其实对于美国来说，他要赢，他就一定会赢。来，他们的商务部长讲了，说考虑要让这个国防承包商的股权也拿到了官方去。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最新，他们有 F-35的战机升级，一架成本要破1亿美元。所以回过头请教一下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这个是中日之间传出日本呼吁大家不要去93大阅兵。如果有这样子的传言的话，而且是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的话，那这个是一定会任何国家都会要日本澄清的，对，因为共同社跟日本政府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日本是不是有这样做这件事，我觉得日本政府应该出来说明一下。不过我最近看 NHK 的节目，他们正在检讨这个美国用原子弹炸日本的事情，他们这个节目就是特别强调美国当时有几个科学家对于用原子弹炸日本感觉非常的内疚，而且他们还特别去检讨一下那个杜鲁门总统下这个政策的决定，所以日本一直有认为他们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是2次大战的受害者。那他对很多亚洲国家来讲，他是一个伟大的解放者，他是站在亚洲人的角度上。可是问题就变成2次大战，尤其中国人都没有死在白色帝国主义的这个枪炮跟他的这个军刀之下，那么3000万居民死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所以日本人说他是受害者，不知道是从何说起。而今天这个纪念中国抗战80周年的这个胜利纪念日，是中国有权利举办的，日本有什么权利去干涉？那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这个国家事实上它常常自外于世界之外，因为它是一个独立于任何世界上的大陆之上，所以他认为他是这个他可以不受影响。那事实上他只要军力强起来，他都造成四周国家极大的伤害。因为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日本人在台湾从我们只有200多万人口的时候呢，进来的时候一共杀掉40到60万的台湾人。你一个这个交8年事件，日本已经占领了台湾大概已经20几年了，一个民间的反对日本的统治就杀掉数万人。最近在前几年在台南发现一个万人冢，里面那个骨头挖出来以后发觉里面有很多是婴儿小孩的骨头。这个都是日本在各个地方施行暴政的一个证据，可是他们没有任何认错的，连美国人用核子弹用一个武器来阻止更多的杀戮，日本人今天都要去检讨美国人的做法。还有人去日本人还访问说，那个驾驶员说，你会不会很后悔丢那个原子弹？他们不去访问一下日本当时到重庆丢烧夷弹的那些还活着日本人，他后不后悔做那件事呢？所以我觉得现在是现在，可是历史是事实，永远不要忘记，也不能够放弃自己的立场。好，来请教一下小舰长最主要就是9月3号快到了，那现在传说有很多的新型武器，你怎么看？我们讲到抗战胜利80周年的这一次阅兵那有很多人用军事崛起来讨论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也就是告诉全世界，这个中国已经不是1945年的时候的中国，也就是有能力保护自己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刚刚特别讲到有关于各种弹道飞弹，我们之前只看到的是常见100，现在已经变成常见1000了，也就是它打击能力那其实比以前要好得多。那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没看到。那东风17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在2019年的阅兵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乘波体的这个高超音速飞弹。那这边有东风41，那另外这个东风 XX 是什么？那我个人的研判是东风27，因为我们曾经看过东风26那东风27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可能会在里面呢？因为东风27它就是在东风26的运载火箭的基础上面改变了弹头，这个弹头的结构，这一个就是东风27现在网络上以及各种的媒体上只有这么一张照片那也就是它的前面就是东风17的乘波体的弹头。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有关于 FK30000的这一个反无人机的装备，它一辆的这个运载车上面除了机炮之外
它有96个拦截器，也就是它可以有效的拦截所有的这个来袭的无人机。那另外呢，其实这一个是我们讲到这 FK3000，其实在去年的珠海航展我们就看得到，而且它这里有光学侦收系统，也就是白天晚上都用得到。那之前还有另外一种我们叫做高功率微波，高功率微波它就是利用微波把你的无人机或者是飞弹的这一个导引计算机全部进行短路。我们以前看到的都是在珠海航展的这个照片或者是那个影片啊，但是实际上这一次93的阅兵已经部署到公园去了。为什么部署到公园？意思也就是任何的使用无人机的未经允许的，你只要一开启一起飞，它立刻就用这一个高功率微波把你直接电路板打坏啊。那至于说我们还有讲到有关于无人机的部分啊，无人机小型的我们是看不到，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例如说有关于攻击11或者是飞鸿96，还有无侦10，这一次都会透过板车全部拉出来。我们看到的是如此，但是如果放到战场上面就不是如此了。它会放在哪里？它会放在未来会放在076的这一种攻击2栖攻击舰上面，那也就是它为什么需要电磁弹射系统的原因。好，请教一下顺峰老师会怎么样看？日本人没有资格来对93大阅兵指指点点，绝对没有资格。日本的理由说这个阅兵过度聚焦历史，反日历史太浓厚了。那我们要说，是中国人该向日本清算的时候了。请别忘记，我们刚刚讲波茨坦宣言，波茨坦宣言的整个的名字叫做中美英三国斥日本投降波茨坦公报。投降哪来的中战啊？中战就是停战呢，你是被占领的，你是被逼签字的。到现在为止，日本人喜欢用文字来掩饰自己，所以侵略叫进出。那为这个呢，金钟妓女叫做慰安妇，多好听的名字啊！但是别忘了，不叫做是投降，所以台湾也不要笨笨的，还对人去背风啊。这投降就是为什么？因为当年就是用投降几个字眼。从这样子来看，大阅兵很明白，就是告诉大家，落后就要挨打。今天我拥有不被挨打的能力，你要来打我，那请你看看我准备的是什么。所有的载具、所有的武器之外，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军事现代化此时此刻有3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集体化的战场这个操作，第二个呢就是 AI， 第3个无人武器。这3个部分呢，大概全世界现在说中国大陆是第2啊，大概又有人说它是第1啊，都不太好意思了。所以落后就挨打。今天的这一个阅兵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来挑衅我，我呢绝对和平相处。中国跟美国是不一样的，你看菲律宾在黄岩岛，菲律宾在仁爱礁，这样搞了多久？搞了几十年。中国大陆的态度是什么？缅北那样的诈骗集团，这个诈骗的中国多少人家破人亡？中国大陆是用什么方法？没有派兵进剿，没有派兵的。这要是在美国啊，那我告诉你，菲律宾早就人俩除掉，给在哈卡不半只啊，还会留在那里长久啊！那个缅北，美军早就进攻缅北，把它给彻底的消灭了。但是美国今天对委内瑞拉，当年的布希总统对这个的巴拿马总统，把军队开到巴拿马的总统府，用了超音频的那个声音压到，最后把总统给他抓出来，到美国去审判。委内瑞拉好歹是一个主权国家，今天军队就开到人家的门口，为什么？我就吃定你，落后就挨打。所以各位，落后就会被挨打。当中国大陆强大了，你会看到好久航母战斗群摇摆摆的要经过台湾海峡了。
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先来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前立委李旋风，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燕莹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莱尔校长呢有最新影片了，每天就跟着我们这个总统的一些行程会出现一些二创，来看看。你们两个把车开得不错哦。没有了一个字就失控了，还是杂志太好骗了，哈哈。哈哈哈哈。第一次见这么不要脸的人哦。好，这个呢是网友新的二创 AI 影片。那目前呢，其实大家就开始在讲赖政府从上到下最重要的议题是什么？如果你去问产业界啦，大家都会讲是关税，可是现在却传出这样的讯息，这是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他的爆料，他说台湾谈判团队到华府谈判的时候是都在酒店里面跟美方视讯的，没有见到美方官员。在今天行政院已经赶紧出来澄清驳斥，说这个是假消息。发言人李慧芝特别强调，郑丽君不但见到了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而且是在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尼的陪同之下到商务部一起开会的，他讲的不是事实。那网络上就有另一个，要跟你好好的来讨论一下。如果此为真，那他们想问，为什么没有拍照嘞？过往呢，不是我们常会看到总统啊，比如说赶紧跟幕僚拍照吗？或者是那个时候呢，在传出关税的时候，我们的总统不在这边领军视讯谈判团队50分钟来这个亲自手把手的来告诉他怎么做。那如果真的有这个画面，我们能不能看到像这一种，比如说美国代表、韩国代表两边坐两排这种画面，或者是美国代表、日本代表两边坐两排这种画面？网络上在敲碗的是，我们能不能比方一下，看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谈判画面？其实呢，美方有的时候怎么样一个态势，怎么样一个态度，会有很多人有各种解读啦。但是如果这个解读你直接把它放到了脸书上，而且你帮他解读他的心里面的想法，这个合理吗？这一位是我们的委员吴思瑶，吴思瑶昨天发了这2张图，他强调前几天呢 AIT 的处长有跟国防部长顾立雄见面，也有跟国民党的委员见面，他讲说这个叫做笑得很开心，谈笑风生。这一边呢叫做跟国民党会谈，就笑不出来。那大家就开始在讲啦，说吴思瑶你这样子是怎么样解释？他说是因为美国人觉得在野党呢在删预算，削弱国家安全，不给国防预算。但是这合理吗？ AIT 他是不是本来就应该跟在野双方都有所会面？所以方恩格跳出来了。他呼吁啦，吴思瑶删文道歉吧，因为你真的没有必要消费鼓励言的表情，所以我建议你直接删文，而且你要跟 AIT 道歉，这应该会比较好一些。甚或啦，这里面大家也开始在讲啦，民进党也发文啦，里面还特地强调说，这里面见过 AIT 的国民党能够承诺不削弱台湾的国防战力吗？包括了不要大砍国防预算，其实国民党好像没有大砍国防预算啊，是不是？有一些谣言是不是都已经被澄清了？包括唱衰潜舰国造，潜舰国造的预算是不是他们没有说不给，但是说你第一艘要先能够弄好，毕竟现在第一艘也确实是延迟了嘛。又或者是说呢，呼应以美言论，那美国都不能怀疑吗？这一张梗图下面，这个徐巧芯就马上讲了，你又不在会议里面，你到底在瞎猜什么啦？网友则说了，那执政党你先去管好你分内该做的事吧，那个叫关税谈判。大罢美过后呢，我们现在看到内阁里面的亲信谁留下了，谁走了。今天又公布了一个人事改组名单，就发现了数发部部长当时的黄燕南走了，经济部长郭志辉说身体出了状况走了。卫福部长邱泰源目前也走了，还有党里面的秘书长林右昌也走了，留下来的是谁？留下来的是当时在大罢免时期蛮卖力的卓荣泰行政院长、内政部长刘世芳、劳动部长洪申翰，又或者呢，在当时这一些大
大罢免里面演出很卖力的，还很多人在问说，那他们是不是因为有功所以留下呢？这一位算是赖清德的亲信，好，那个时候的好感度也很高，他叫做郑丽君，行政院副院长。可是他的关税谈判已经变成了网友目前最在意的议题了。那如果说啦，郑丽君他现在是一直到他当时开记者会那个时候，因为关键字你去查郑丽君后面出来是什么？是记者会。就是他那场记者会，让大家感受到什么叫做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想问的也就只有一个，因为现在也还是他在负责谈判嘛，能不能先告诉一下大家，你现在谈判获得了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讯息？你见到了谁？有没有什么样的照片能够告诉我们，或者是细节能够跟我们分享？因为大家其实真的都很想知道，未来下半年甚或明年度的台湾，我们到底何去何从？请教一下顺峰老师，这个呢是网友又恶创了，而这里面的恶创呢，当然就是当时他跟蔡英文还有萧美琴3个人的聚会。这个恶创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个有鼓励效果。一做出来，然后就疯传。假如呢做出来又再疯传的话，那会鼓励更多的人投入进来。这问题是创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提供材料，不就是你提供材料的吗？所以这个呢，这个纸棒啊，莫如自修啊。民进党自己要想一想，823之后啊，到底你们反省了什么？到底你们修正了什么？到底你们对台湾人民要交代了什么？只要不清楚，我跟你讲，这个恶创的故事会越来越多。其次啊，请他们想一想，至于说郑丽君去美国谈判有没有视讯，我才不在意呢。他有没有上座，我也不在意。我在意的是结果嘛。那现在告诉我，4月2号到今天已经9月2号快到了，足足5个月的时间过去，150天过去了。我要请问几件事情。第一个，到底台湾跟美国的关税是多少？谁知道？谁知道？第二个，我们要开放哪些才能够满足美国的要求？请问谁知道？第三个，台湾还要付多少钱给美国，这一场勒索才会结束？谁清楚？有没有视讯？即使你们不视讯，每天都发简讯，我也没意见；每天发赖，我也没意见。只要5个月过去了，记者会也开了，这个不是全台湾人民，从一般的小老百姓到企业主，到这样大家都在感慨的吗？今天有3万部车子在仓库里不敢领，为什么不敢领？因为涉及的成本会一下之间搞不好就破产，一辈子的努力就赔光了，不敢动。那不敢动就表示没有交易，整个的市场车市停下来，就是尤其跟美国进口有关的车市全部停下来，不准交易，不会交易，受伤有多大？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说这些小老百姓们，这些中小企业敢不敢接单？他接单了怎么办？他们受到的损失什么？政府连要补贴都不知道怎么补贴，为什么？因为不晓得会损失多少，因为我们不晓得税率在哪里嘛。这个才比较重要。一样的，是不是？那留下的亲戚，我也没意见，每一个都是他的家族、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他的什么三姨妈、姑姑、姑爹，我都没意见。那你告诉我，你们1年来交出什么政绩？1年了，1年多了。你现在给你开个政绩发表会，看你说的说不出来，到底做了什么？连个唬烂都唬不出来啊！连个画个唬烂图啊！这以前什么8年800亿啊，什么前瞻计划，连这种唬烂的话你都讲不出来。所以你用谁那么在意吗？反正用的都是蠢蛋跟笨蛋嘛，这有什么差别？再过来呢，我们来看看，从败选以后，就是726、823到了现在为止，你看过他改变什么？你看过他反省什么？你看过他对台湾人民表示了什么？他把台湾搞成这个样子，花了我们10几亿的公帑，然后把社会搞成如此的对立，如此的仇恨，然后他选输了，好像跟他无关，屁股拍拍，然后没事，整个的社会受伤了，整个的社会受害了，然后跟你好像无关的样子。这个时候你换什么人重要吗？你换了谁重要吗？
你换的这个人会让我感觉，哎呦，真的耳目一新。从头到尾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事？所有人认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最大的本性是什么？是闻过则怒啊，然后绝不悔改，坚持到底。拜托啊，我们真的受不了了。其实呢，每一次在讲关税的时候，我们就想要问一下政府，现在到底跟美国你关系怎么样？哦，你能不能跟谁讲得上话？你跟他谈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能不能帮我们多拿一些好处回来，守住一些我们的利益？请教一下介大使，因为呢，我们昨天看到这个吴思耀委员的这个发文，很多人会问哦，包括了方恩格美国人呐，哈，这是跟共和党比较熟识的美国人，他说，把图删了吧，啊，要跟我们的古立言处长讲个道歉。这个乱消费人，那个外国的驻华的这些代表，你也拿来消费啊？你是不怕引起外交事件啊？很少这种国家任何地方的有资深的这种政府官员干出这种蠢事啊，全世界没有啊，除非你就是一群怎么样？你就是一群就是说政治暴发户。你完全不晓得这个国际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的玩法，所以吴思瑶就是一个政治暴发户，他只是在台湾的内部政治里面就是说吵吵闹闹。最近有人说他，就是有人批评他，我不要讲了，就是说吵吵闹闹会闹事，然后呢卖弄一点小聪明，在国际场合这种事情是属于外交白痴干的，而且你今天不是代表你个人啊。你代表你们民进党里面高官呢，你是民进党在立法部门里面的第2号人物啊！你开玩笑，你拿美国的驻台代表来跟你来替你民进党的作为替你背书啊？有这么廉价的事啊？这个我跟你讲连第3世界那种发展中国家的到一个层级的官员都不会做出这种白痴的事，他不是无知。这已经到白痴了。我们还是没有人身攻击，对，没有人身攻击，是这个是简直是我说这件事情，我没有说他人怎么样他做出这件事情是外交白痴，对。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应该我觉得他们应该党团要出来道歉应该要对 AIT 所以康恩格讲了。你随便把你跟另外一个政党的内部斗争，把美国代表牵进来，然后令他来消费说见到你们的人比较高，态度比较好，见到别人脸就很臭。你这是真的是你翻出台湾过去我们跟美国交往没有出过这种事，没有在我们本身出过这样一个执政党的高层人员做出这样子的这种蠢事。所以你要说台美关系好不好？当然不好啦。为什么不好？就是因为你没有这种人就是有这种在立法院里面你这种执政党第2号人物做出这种事情，人家跟你交往的时候不放心人家跟你交往的时候被你怎么样？被你卖掉了，卖你的人他还不知道你把人家卖掉了，这是最愚蠢的事情。就说他完全无知。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无知。我觉得他们这个政府内部应该要好好自我检讨一下，为什么赖清德要去美国过境的前1个礼拜，突然美国方面把它取消掉？这过去也没有发生过这是外交部的严重挫败怎么都没有任何人出来负责呢？最后听说驻美代表要换，这不是驻美代表会做的蠢事这个是他整个的领导阶层，在高层领导阶层。让美国政府感觉到跟你交往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样？你会伤害到我，你用你这个无知的方法去伤害别人。那今天的话，你消费古立言代表美国，美国随便会拉到你内部的政治斗争里面吗？被你消费吗？那如果美国会同意这样做，就不是美国了。不要说美国，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同意的。所以呢，我觉得台美关系今天搞成这个样子然后呢，你要说到这个关税现在怎么样？我们是最差的，25%，已经定了。韩国跟日本都不是这个25%，东南亚国家也没有这么差，我们是最差的。是，来请教一下萧检长会怎么看？刚刚大使特别讲到，我们是最差的。我们为什么是最差的？因为我们的这一些所有的谈判的作为被川普的团队捏在手掌里。为什么？
还记得当初一开始说要进行谈判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排在最前面啊，我们其实是最早进行谈判的。请看一下川普的这本书，叫做《交易的艺术》，他在里面写的非常清楚，要善用你的杠杆。他第一句话就讲，最糟糕的做法就是表现出不顾一切的想要达成交易，这个不就是我们的内阁团队吗？那所以我们这样讲，我们谈得不好啊，那当然也是其来有自啊。那至于说我们看到这些二创的影片，如果说它的点击率不好，那它不会继续再做。为什么？因为那不是等于跟做白工一样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点击率很好啊，因为它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金句都扣到这一些政治人物身上，然后把它斗起来，就变得很好笑了。那所以我们这样讲梗图跟图片实际上或者是这种短影片啊，实际上来讲就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啊。还记得当初公布这一个有关于国防预算达到那个 GDP 的3.32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头提出，国民党委员你一定要立刻做出梗图，也就是你怎么还缺了 1.68？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初美国国防部的第三号人物，也就是政策副部长柯博吉，他特别讲到说，台湾的国防预算应该要拉升到 5%。那你这样表达，做出梗图说，哎，你为什么还缺 1.68？ 就表达了国民党的立场，而且一定要把我们如何的帮现役军人加薪的这一块，直接的也做进梗图里头，让美国无论是 AIT 或者是美国的友人知道，国民党其实并没有在删减国防预算，反而是为军人加薪，希望更优质的人力进入国防部。现在刚刚进入官校的可能会有一点迟疑啊，原来你加3万只是虚晃一招，你现在又不加了，又不准备加了。那如果让你们继续选下去，是不是就跟以前的这些老学长一样，说砍年金就砍年金？那另外我们还要想一想，其实我们还真了非常多的这一种自愿役的官兵啊，大家就看你们这些这一些戏码继续的演，那个招募的状况绝对不会好的。好，今天呢，这早上总统他在做这个进阶会议的时候，面对军人他是怎么讲？他说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来照顾大家啊，以后也一定会有加薪等等的问题。但其实呢，大家现在想知道的是，一再的有抗中保台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那如果说呢，这个牌要持续打下去的话，国际的局势，总统有了解吗？等等回来，则是要来聊一下现在的美国发生什么事情。